Hello，大家，好久不见，我好像又有一点拖更了。我已经解除隔离啦，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天天都和我家人相处在一起。实话说，我自从解除隔离之后呢，每天的时间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可能就是和我外婆聊聊天呀，然后和我爸妈聊聊天呀，或者说就是这里帮帮忙，那里帮帮忙，然后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这种就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变得特别多，我自己是真的挺开心的。然后今天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关于我在隔离期间我自己获取到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一些精神食粮。然后今天呢，就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部剧、一本书，还有一个博主他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都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能量。首先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轻松的，就是一部日剧，名字叫做《四重奏》。《四重奏》呢是一部由松隆子、满岛光、高桥一生、松田龙平主演的悬疑情感剧。像网上流行的很多台词，比如说这个或者这个，都是来源于这部电视剧。如果从名字上来看这部剧的话，会感觉像是一部跟音乐有关的故事，但其实它更多的是在探讨人性。我本人呢非常非常喜欢围绕松隆子饰演的那个角色展开的两性故事。我在这里呢就不多透露剧情了，我简单描述一下我看完那2集的感觉吧。用简短的词来形容的话，就是细腻又犀利。编剧就是写过《东京爱情故事》和《再见我们的幼儿园》的著名编剧坂元裕二。我猜测他是不是有经历过像这样的故事，不然他就是怎么能够把两性关系之间的这种心境变化描写得如此就是太清晰了。然后我看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你会感觉这都是生活当中无声的小事，但是会有一种直击心脏的感觉。我在这里呢，想借用豆瓣网友伊色沙音的一句短评来总结一下我想给大家推荐这部剧的心情。他说，坂元裕二的剧本像林夕的词那么通透，意味深长，透彻心扉，总是夹杂着人性的光和残缺的美。如果此生没有看过一部坂元裕二，那该多遗憾。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去看吧，朋友们。无论是台词也好，还是画面也好，包括它的剧情也好，都不会辜负你的时间的。总共剧长只有10集，每一集在40到50分钟之间。如果你担心就是看剧会太占用自己的时间的话，其实一天可以看1集，这样我觉得是 OK， 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本书，也是我在隔离期间读完的一本书。这本书应该流行了挺久的，它英文名字叫做 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 然后中文名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作者呢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然后整本书的内容呢也是围绕他与他的来访者之间的对话，和他自己作为来访者去接受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而展开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不是说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以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角度来跟你探讨一些学术性的观点，而更多的是在陈述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故事，然后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就是从他们的故事当中或多或少吧会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然后作者也提到，他说其实心理咨询师也是普通人，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而心理咨询师的存在呢，不是说来帮我们直接解决问题，更多的是帮我们去寻找我们所看不见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想要回避的问题，最终可以进行自我救赎。作为一个读者呢，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种
我也是这样，或者说，哎，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样顿悟的感觉。我个人认为，我们出生在这个年代，可以说是幸运的，也可以说是不幸的。就是不幸的是，可能因为社会的发展啊，时代的发展啊，我们需要自我进行消化的负面情绪吧，越来越多。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代痛苦是可以言说的，所以就是如果你现在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负面情绪也好，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挺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的。我呢是采取的读和听的2种方式，主要其实是听，就是利用我的闲暇的片刻时间吧，把手机放在那里，就是进行了一个听书的过程。我用的就是微信读书 APP。它里面有一个AI 语音的人工智能，我个人挺喜欢这个 app 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试用过的话，其实推荐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试一试。它的这个 app 的这个整个的界面设计也是深得我心。最后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上一支 vlog 里面有提到过的一位博主，叫做小维，他的 B 站的频道名叫做小维的公寓，然后他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名叫做 Way's Apartment。在这里实名表白一下小维，我真的太喜欢他了，就是基本上隔离期间吧，我把他几乎所有的视频都看完了。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小维的频道。他的频道呢，主要是以聊天为主的一个又一个的聊天视频，然后每一个视频呢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无论是当下，比如说面对像是容貌焦虑啊，或者同辈压力啊这样的一些现状的一些观点输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喜欢小维的频道和刚刚喜欢那本书是有一个共通性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就是他们没有说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以一种好为人师的态度去跟你交流，而是以一个聊天的方式来更多的跟你探讨我们作为人所需要面对的各种人生课题。我个人非常喜欢像是夹缝生存、同情的基础，还有它播放量最高的一期给女生的10个建议，都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小维的声音非常非常好听，就是对，就是很好听，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小维的视频。在隔离期间，小维的视频可以就是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像是跟好友聊天的一种感觉。好啦，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我在过去1个月当中所收获的精神粮食，也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能量补给。好啦，那我们下一期的话就 vlog 见啦，拜拜。